2 a.m. in the car playing our favorite song. Turn it up, windows down, we sing along. The summer night has just begun.Hello， 大家早上好啊！大家早上好，现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能清晰的听到我的声音，并且能看到咱画面的同学，看到一朵云这几个大字的同学，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可以的是吧？好的，林海无边，紫嫣、无暇美玉，还有心语、心愿、夏天，大家早上好，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我是博云，那今天同样要带大家了解的呢，是我们山水画的一个绘制。感谢大家来跟着老师呢一起来听一听啊，共勉一下山水画的一个表达，好不好？如果说第一次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同学呢，可以抓紧时间准备一下咱们的绘画工具，可以听见是吧？好的，好的，好的。本来要设置一下管理员，但是呢，我好像不太会操作。一打开之后，它本来说是开播前设置，开播之后设置，我一打开就变成开播前设置了。好，我们尽量顺利的操作就行哈。也希望我们进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们都能够友好的交流。梦之翼，云在飞，早上好啊！峨眉俏泥，老师天不亮就起床了，看来这是一个早起的哈，爱早起的同学。如果现在时间方便，可以跟着老师呢一起来准备一下这个一会儿画面的一个绘制。那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工具清单，好吧？我们9点半呢正式进入直播。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先准备一下，咱们一会儿9点半正式开始绘画的时候所需要的工具材料，好吧？右侧就是咱们的工具清单，大家可以准备。飘扬、喵丸子，还有沙漠，跟画了就没空了，是吧？如果有需要上班或者说要忙其他的同学呢，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都可以的。尤其是现在这个点儿也是出行的高峰，如果在这个车内，如果还在驾车的同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不好？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方便的同学哈，在家方便的同学可以跟着老师呢一起来画一画。还躺在床上的同学，现在可以练练手部广播体操，小红心可以点起来。好，第一次进入到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加个关注，以后我们的直播信息包括工具清单都会提前呢推送给大家，好不好？一花一叶成为了咱们粉丝团的一名成员。西西，还有新华、芷月、紫气东来，大家早上好！新的一周啊，又是一个愉快的崭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大家是如何安排的呢？老师，这个视频有回放吗？我们会陆续呢把它放在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里边，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哈。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放的呢。如果申请了群添加的话，会有管理员来给大家这个管理的，给大家维护的，好吧？有人说老师多喝水，好的。在这个手脚容易冰凉的时节，在座的各位小伙伴们都要注意保暖，多喝热水啊！添加衣物。
华子、三少，还有画画、俏丽、贵。早上好，早上好，梅香居同学。还有8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正式的开课了，开播了，就要开播了。心语心愿说期待小黄车上货是吧？如果用横屏不太方便的同学，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设备来调整，可以把它弄成你这个适宜你观看的一个样子，好不好？今天大家伙儿上班的同学呢应该不少，如果在上班的话是吧，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领导、你的老板是不是正在瞄着你啊？今天来听听老师的声音，对吧？有其他事儿都很正常，都很正常。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编译形式。当然，我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和了解我们山水画的一个绘制的过程。那今天这张画的细节呢，没有上一节课那么繁杂，对不对？相对而言呢，它要相对空灵一点点。我可以给大家讲解的细节，相对也可以更多一些。先来报道了，新华之约，这张画很美，对吧？一幅非常空灵的画吧，因为它的留白很多，所以比较空旷，对不对？我们说既白当黑，是吧？虚实相生，这是中国画的经常，或者说书画当中经常使用到的一种画面经营的技巧，也是一种形式美的表达。
没有点关注的同学可以点一个关注。我们会在群内，包括不是群吧，因为群没有显示出来，对不对？我们会陆续在视频下面吧，给大家推送更新国画、山水画的绘制的一个内容，包括我们的直播的通知，以及每次直播时我们所需要的工具清单等等，都会给大家一一的提前的告知大家，包括高清的案例图。以后呢，我们还在打算给大家做步骤图。老师的粉丝群门槛不高啊，并不高，都可以进，都可以进。只是现在那个群它没有显示出来，好像是需要人数达到多少之后才能显示啊。可以先关注我就行，关注博云，关注一德云啊，关注一德云。我会给大家介绍这张案例图的。9点半咱们正式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介绍，好不好？我们先等一等，听会儿音乐，舒缓一下咱们的心情。我们等等一会儿正在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这个声音比较熟悉，对吧？似曾相识啊！对，原来是博云。大家上午好啊，上午好啊！在画画的时候，初学的时候，尤其是耐心这个东西呀，尤为重要。坚持到最后，你可能才能发现一张画、一张山水画，它所绘制的一个视觉的表达和呈现的一个效果，对吧？当然，你也只有在坚持学习或者是了解山水画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才能收获一份热爱绘画的兴趣，包括一个绘画的习惯，对不对？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我们以前在课上经常给大家讲。画张好画是我们对生活的重视，同时呢，也能让我们闲暇的时光更有意义。也期待我们每个小伙伴们越画越好，好吧？那么差不多到点了，我就要把音乐关掉了。好，音乐我已经关掉了，大家都还能听到吧？一切都正常吧？如果能听到我的声音，并且也能看到工具清单这几个大字的话，来敲一个数字1，我们先确保一下咱们的设备是否一切通畅。我们先确保设备一切通畅，我们就要开始了哈。好的，咱们的设备呢都是正常的。接下来我要正式的开始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所绘制的这个内容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博云，对吧？欢迎大家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我将带大家了解的是汪彩白先生，是吧？上个世纪的一位大家，他所绘制的一幅算是小品的山水作品啊。那这张画的原作尺寸呢，不会超过我们今天所画的这个尺寸的大小了，应该是比较接近的，因为它具体的尺寸呢不太明确。那像这些20世纪的一些大画家呢，他们画的很多的画的作品呢，它不一定有太多这个清晰的名字。所以我们就直接带大家来了解这张画的内容就可以了。右侧是咱们的工具清单，大家可以做一下相应的准备，好不好？好的，那现在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那这张画呢，它整个画面表现的是一幅比较空灵雅致的，而且呢有一定的体积空间的这种山间的小景，对不对？松下的一位老叟，还有一位瘫坐在地上的一个点景的人物，他们在极目远眺远处的百丈泉。那这个地方按照它的这个落款呢，写的是自汤口，也大概是江浙一带吧，是不是上海啊？这个汤口应该是黄山吧，应该是黄山，是吧？黄山一带就是自汤口入山呐，不逾1里处，是吧？能够看到一个叫青鸟峰的地方，然后在青鸟峰之下呢，有一个百丈泉啊，有2位老叟呢正在极目远眺。作者呢叫喜同居士，也就是我们刚说的汪彩白先生啊。好，这就是它大体的一个内容。所绘制的无非也是岩石树木和一些点景的云烟和瀑布，对不对？还有一些小的杂树，那也是在墨色的基础之上，兼顾着了一点淡淡的颜色来丰富一下这个画面。
那这张画呢，为什么带大家来了解？因为这张画它既有现代的这种空间感和体积感，也有这种定点的视觉的一个就是表达的这个视点，所以方便我们初学的同学来了解它。那同时呢，这张画它里边呢所经营这个画面的时候运用到的一些技巧，也是我们中国画当中的一些比较突出的特点，也就是以既白当黑，我们刚刚给大家讲到的虚实相生的这么一种倾向。那对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说。比如说以前我们在古代的画论里边有个叫王威的书啊，王威他在他的序画这个画论里边经常讲，叫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似浩荡。那我们的绘画呢，它往往具有一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啊？我们在这一点上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它就是我们所说的凭借我们说有限的这种视觉的感性形象，再结合这种虚实的结合，诱发大家的这种联想和想象，使我们观赏者呢有在感情化的这种不尽之境当中收到一种呢领会到景外之意，包括意外之妙的这种感受。我们经常讲叫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那这张画的经营的技巧，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画当中的一种代表性的一种视觉的元素了，也就是白和黑的这种交织，以及相互的这种映衬和对比，对不对？那通过我们刻画物体的这种内容来分割画面的空间，同时也通过留白来衬托我们所表达的内容，并不需要大家去刻画咱们的这种背景啊，把所有的地方都给它画一遍了，不需要，空灵之处才能见到大家的一种虚境，是吧？一种想象的一种空间啊。画繁画简意繁啊，画面虽然简略，但是呢，它的给人的意象的空间却是非常的丰富的，对不对？好，当我们画的越丰富的时候，画面那留给我们的这个思绪的空间，或者说留白的空间呢，它就更小了。好，我呢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准备好工具，我就要带大家开始来绘制了啊！我要调转镜头，大家做好现在的准备咯。好的，各位小伙伴们，能看到我双手的话，来敲2个数字5，好不好？能看到我双手的话，敲2个数字5。我看设备是通畅对吧？悠然、荷塘月色，还有熊猫、和平鸽啊。好的，好的，好，看来设备呢都是一切通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拿出这个纸张来了，45×65，你使用的这个纸张的尺寸呢，跟我这个大致呢接近就可以了，对吧？当然，你这个接近啊，不要我这个本来是一个竖着的一个立轴的方式，对吧？你不要画成一个横向的了，也不要画用圆的去画，对吧？除非你有一定的绘画的经验，要不然你自己去把控这种构图的时候是不容易去处理的，特别贴切的。你所以尽量在初学刚开始了解的同学呢，可以先跟着我的节奏啊，一起来经营画面，来表达一下。好，接下来我们需要用的工具材料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之前说过，我们的海报上面给大家展示了哈，也就是尖毫毛笔，大中小号各一支，然后呢，我还有一支小号的狼毫笔，小红毛，对不对？大家能猜到，小红毛就肯定是用来画这种细节的一些小线条，也就是松针那一块，对吧？其他的小号的狼毫，小号的尖毫，我们用来这个塑造岩石或者树木，然后另外2支笔呢，就是用来着色的啊，保持整洁干净一点点啊。还没有小黄车的，不用着急啊，不用着急。我们先带大家一起来感受画一画。左侧呢依然有咱们左下角也有咱们的工具清单哈，一会儿来晚了的大家可以相互的提醒一下啊。好，然后颜料呢一会儿画到的时候呢再给大家细说就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直接动手了哈，动手了。然后今天我把咱们的这个使用的工具也放到旁边，这是我的笔洗，这是碟子啊。这个我就要开始大家一起来画一画。初学的同学拿出咱们小号，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同学，哈，如果有工具的话可以来试一试。拿出小号的尖毫毛笔，是吧？也就是狼毫和羊毫结合的这种毛笔它的韧性和蓄水性呢是适中的，比较适合我们初学，包括这种小写意的画面的表达。好，先浸湿之后笔锋聚集，然后笔尖
用这个毛笔的笔尖去蘸取咱们的这个浓重的墨色啊，在咱们的碟子边缘啊，由浓到淡的去调和，是不是？好，由左向右，只是用笔尖蘸取了浓墨。那在从左往右间摆动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在什么水墨交织的调和。要浓，你要在这个碟子里边完成的功能呢，就是什么调和墨色的层次。那在我们的纸张上有一张试笔纸，就是为了控制笔里的水分啊。好，现在我调和的这个墨色的层次效果，基本上贴近我所需要的，所以我就拿出咱们的试笔纸啊，吸毛笔笔肚就是最粗的地方，这是笔尖嘛，然后下面呢就最后面的根部这块就是笔肚，吸一吸它笔里的水分，好不好？啊，好，打个十字线是吧？好，有的，我给大家放出来啊。好，这是我给大家打了一个十字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也放一个高清的图在我的这个电脑上，一会儿我也能够更好的观看，带大家一起来画。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从画面的底部开始，我们先来确定一下画面大体的一个位置吧。今天我们先确定一下，就是依然是整个画面就是这个十字线是吧？左侧横向、纵向这个十字线交叉的这个中心点，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先给它找到。先给它找到之后，我们最高下面的树木，就是这棵松树，它最高的时候，它也离咱们这个横着的中心点大约2指左右啊。那对于这个十字交叉的线呢，你可以拿尺子去比，也可以呢自己通过视觉观察和比较去把握住。所以松树它不会超过画面的一半。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一个点啊，点一个点就可以了。好了，那这一块我们就说到这里，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下面的这处岩石了。这处岩石它只占咱们整个画面，就是最前面比较墨色比较浓重偏青是吧？偏花青的比较浓重的这个岩石呢，它大概在这个画面当中占多少了？啊，你至少要画1个半颜料管的一个高度啊，我们要大概画到这么一个高度来。因为松树在这里嘛，它在松树以下啊，也基本上最高的点，基本上最高的点位于竖轴的中心线的位置。好，我们大概确定一下它的高，最左边是沿着纸张的边缘嘛，最右边呢，它要留出3个手指左右。我们画的就是左侧最底部的那块岩石哦。画面静止了吗？如果直播画面一切正常，敲个1好不好？啊，有可能是不是自己设备卡住了？手都快点麻了，劳逸结合啊，劳逸结合。好，画面没问题对吧？来，我们动手了。好，我们从这个画面的底部，左下角1指多左右是吧？左下右上勾勒这么一个轮廓啊，勾勒这么一个轮廓。然后水分呢稍微感觉还有点大，可以再吸一吸。线条之间呢它可以有一定的交叠，为啥呀？因为只有交叠之后啊，画面呢它才可以显得更有什么？更加有这种前后的层次和空间感嘛，才更丰富嘛。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一块，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把它这个内在的一些小的岩石结构也给它带出来。好，有些结构呢，它的交叠的关系呢，它不一定特别明显，交档关系不一定明显，它只是增强一种疏密的这种节奏，是不是？有繁茂的地方，也有呢相对疏朗的地方。我们在画山水的时候，我们说5大步骤，现在我们进行的就是第一步，勾勒岩石的一个轮廓，对吧？以中锋的形式，以笔尖是吧？笔锋也就是笔尖位于整个线条的中心线上去行笔。好，我们简单的把它画到这里，然后再往它的右侧走，这里边的小细节它其实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把它画的稍微浓重一点点。先淡
然后再浓，好不好？然后再往下走，再往上走啊，左上角。好，我们把这块岩石大概的一个它们之间的交叠关系是吧，给它带出来了。然后大概画到我们已经越过横轴的中心线了，对不对？然后呢，再给它收回来，然后往下走，给它勾勒到这里。好，到边缘的时候，我们的墨色呢，它开始呈现变淡的一个过程。对吧？好，最底部的时候，右下角最右侧，我们还是要留出一点点空间，留白啊，留白。我们把左下角这串岩石呢，给它勾勒出来了，在它外面还要环抱一些，放大一点，对吧？行，好，这样可以吧？我一放大了，大家就看不到我的碟子了哈，磨盘了。好，我尽量把它放到我们的画面当中，让大家能够看到吧。需要纸张当中画线吗？你说的横竖的那个参考线吗？那个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你如果觉得能帮助到你去找位置和这个把这种岩石的造型给画出来呢，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啊，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同学的加入，欢迎大家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我是博云，我带大家了解的是我们山水画的一个绘制。新进入直播间的同学呢，可以点一下关注啊，没有这个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哈。点了的同学呢，可以来仔细的听一听，画一画。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月下清河瘦，我是于飞鱼，你好。烟雨说在摸鱼听课，摸鱼也是一种现代人的幸福啊。好，然后呢，在它的右侧，我们再来加一块岩石啊。这些岩石是什么？高低大小是吧？相间的这种去处理，有大有小，线条你们可以看一下哈，有长有短，是不是？有比较直愣的，也有弯曲的这种弧度的，长短曲直，是不是？粗细，还有浓淡干湿，它都要囊括在内。这些呢，都是一些表达画面的一种节奏的一些小的技巧啊。画面怎么才能表现得更丰富、更有趣味，或者说更具有笔墨的表达、可审美的这地方啊，就在于你丰富的用笔的这种节奏感在里边，好吗？好，接下来我们呢从左下角可以稍微的加丢丢水调和一下，然后吸毛笔的笔度，对不对？好，依然再来，因为我们要开始去丰富这块岩石了。就要在岩石的这个底部或者在交叠的地方，跟着岩石基本的这种轮廓线，是吧？我们去行笔，也就是开始去塑造，把它的厚重感、体积感带出来。好，从下往上。好，有同学可能不大理解，老师你到底是怎么画的？我就感觉你画了几根线，对吧？好，我把它大概画了之后，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再给大家唠一唠。好，左边的呢比较清晰，笔触肯定；右侧的呢含混一点点，是吧？一实一虚，对不对？这个对比强、明显、清晰则为实，对比弱则为虚啊。这就是中国画表达的时候它的一种内在的这种节奏啊。好，然后接下来在前后交叠的地方啊，小的岩石的地方，是吧？一笔枯笔，是不是？把前后的关系给它区分开啊。在这里呢，我可以稍微给大家多说一说。因为我们在村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以前我在给大家上课的时候经常讲用皴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山水的绘制呢，它往往讲究这种皴擦的笔法嘛。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哪些皴，知道的同学可以来敲一下哈。比如说有披麻皴，对不对？有荷叶皴，以线条为代表的嘛。还有呢，解锁皴，是不是呀？
同心同言，加纳蓝月亮，闲云野鹤，看到你了，是吧？卷云村对，解锁呀、折带呀，这些以线性为代表的各种，它就是各种各样的符号，或者说一种笔墨表达的形式。除此以外，还有以点为代表的，比如说雨点啊、米点啊等等，包括还有我们所熟知的一些一块面的这种斧皮村等等。不管它是什么，其实无非就是通过点、线、面的方式它按照一定内在的秩序，这些秩序是什么呢？也就是长短、疏密、曲直，是不是？快慢、干湿包括它的对比和过渡的关系，去把这个画面，这就是它需要去依照的内在秩序。那这些秩序呢，都只是一个范畴。范畴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空间，你要在这个空间之内做到合理即可，并不是说必须只能做成什么样。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哈，说多了可能是不是显得有点复杂没关系，我们就把这种从前面这块石头往后面的岩石的顶部形成由浓到淡的一个过渡就行了。那在用笔的时候，我是怎么用的呢？我是这样，由左边是吧一笔，右边再来然后在交叠的时候，我可能会复笔，甚至于连贯的，然后笔触的方向会微微的有一些变化，并不会完完全全一致理解了哈。好了，接下来咱们呢，在它的这个底部再用侧锋再用侧锋枯笔，是不是？我们依然是把它们这种由浓到淡交叠的地方，由浓到淡到过渡，这个墨色的过渡关系呢，给它先做出来好，这个时候我们在皴完了之后，有的时候更多是擦，我想大家都理解。在座的都干过家务活吗？再没干过，你也做过这个什么？你也洗过脸吗？洗完脸之后，你不得拿毛巾擦一下自己的脸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就用到我们的毛笔的侧锋了。我们刚勾线更多还有皴的时候，更多的是以中锋的方式，也就是笔尖位于整个笔触或者整个线条的中心线上行笔。那这个时候呢，笔尖它就位于整个笔触的侧边，是吧？就平铺的去擦。这个时候墨色要淡，水分要少，要干枯一点点这个时候形成一定的什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形成一定的墨色的一种衔接和过渡的关系。好，当然这种角度也可以稍微的灵活一点点好，你看现在是不是它的厚重感或者说体积感就开始带出来了？颜料感放到画面当中，对吧？这个已经勾勒完了，你还需要它来参考吗？早起还得擦地呢，擦桌子。好，这是有生活经验的同学呢，都是比较容易把握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4尺3彩可以的。好，如果跟上了画圈的同学来敲个1，好不好？好，从左靠右，我们呢依然要给它衔接一些小的结构。当然，这些小的结构呢，它的墨色结构线呢不会特别的跳跃，好，再来。OK， 然后从上往下，是不是这些地方不能让它这样笔触太过于细碎，是吧？要可以有一定的这种统一的地方疏密呢要衔接的适当，好不好？好了，这是我们最前方这块岩石最前方这块岩石我们就画到这儿。
然后继续往后面走的时候，它有更多的细节了。好，再往后面走，勾勒后面的这几个依然是比较重的轮廓，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我们大概要确定好这棵松树的位置。这棵松树呢，它大概要位于这个树枝的中心线靠左，大概3-4个手指左右啊，3到4个手指左右。所以你这块岩石也就在这个树的根部这块起。好，把它给勾勒出来。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岩石的这个底部啊，交叠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又来给它加一些细微的一点的小石头。好，在皴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一点枯笔，为啥？因为这样才能体现出这种岩石的一种苍劲，是吧？好嘞，然后呢，在这个左下角也要把它的这种，这左下角呢，它也比较浓重的，是吧？从下往上也给它过渡好。好嘞，这是我们画的这块的岩石，对吧？好。然后再往上方稍微的走一走啊，再来勾勒一块这块岩石呢，它就比较墨色可以稍微的淡一点点了。现在我们又往后面画，我们就是尖皴带擦啊，尖皴带擦，把这个岩石给它勾勒出来，然后再往后边走，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右侧的这块石头给它画好，然后在这里。好，这是我们画的这块的这个岩石的一些小的造型。好，画完之后是吧？由底部往上呢形成一个墨色的过渡。我们经常讲10分3面嘛，所谓的10分3面，也就是不同岩石之间呢不同的体块的关系啊，不同之间的体块关系。好了，这是我们画的这一块最底部，然后右侧呢，它还有一些细小的一处小的，杂碎一点的石头。这些石头呢，它的造型不太规则啊，要靠自己去观察一下了哈。前后交叠的位置呢，加一加。好，然后呢，再往上走。去给它稍微的勾勒一下，然后给它丰富的皴一皴。什么时候教大尺幅的？
大尺幅的我们一时半会儿能画不完啊，我们可以挑，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带大家画大尺幅的啊，画大尺幅的。我们今天画的这种呢，它延时处理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简略啊。基本的方式，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回顾一下。勾勒轮廓完了之后，去擦，去把它的前后的这种关系给它区分开，对不对？这是一个。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去做的就是把这些，比如说延时在刻画的时候，一组跟一组之间的关系呢，它有一个详略的一个变化，有主有次的这种节奏感啊，不是说都画的一致。好，然后呢，在它们衔接的地方，有的时候也要稍微的过渡一下，用一些小笔触啊，用小笔触加一加就行。用的是尖毫的小号，这块儿大家能跟上吗？上一节课我们画的可能相对繁复一点啊，有的小伙伴呢跟起来比较费劲。今天我们画这个呢要简略一些，要简略很多。应该先画树啊，我们把延时画了再画树。好，这是咱们的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又要来点这个什么胎点啊，点胎点的时候，它的墨色呢适中。点在延时结构转折的位置啊，也就是转折的地方。好，侧锋去点都可以的，可以让墨色呢相对浓重一点点。好，在转折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大概的点上一些胎点。那这个胎点呢，它是有浓有淡的，横向的去点它，对不对？横向的去点，然后再来逐步的往后面走。然后再往后边走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延时的右侧，是吧？地方啊，该点的也稍微的点一点，但不能点的杂乱了哈，杂乱了就不太好了。这个画呢，我们画完之后，最后可以通过点胎点来增强对比，最后着颜色呢来统一咱们的画面，是吧？好，然后这是我们画的这一块。我们就先到这里啊，就先到这儿。这是前面喽。好，我们就画到这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往上走，画这个树了。刚刚有同学说应该先画树，对不对？没有说应该不应该，对吧？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你觉得画哪个更方便？这棵松树呢，它是一棵像一把伞一样这样撑着的，对不对？好，像伞一样撑着，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可以从树梢往树干这样去开始画，右上左下，由细到粗的一个过程。画这个树干的时候，墨色呢是比较适中的，也没有特别的浓重啊，墨色是比较适中的。其实新进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其实大家工具材料准备齐全了哈，你都可以尝试着跟着我画的，不要觉得难，或者说觉得这个跟不上就不画了。它是有一个你熟悉的一个过程，了解了其实都好。好，那这棵树我们大概从纵向的中心点，然后压到这个延时的这个转折这个位置来啊，树梢在这儿。好，再往下画的时候呢，它可以多一些转折。好的，然后呢，我们再从上一侧走。左侧是吧？我们出一个小枝，这是汪彩白的作品啊，汪彩白先生的。
然后再从左边儿，是吧？然后逐步往下面走的时候呢，它在转折的地方也可以通过一些线条去交叠啊，线条去交叠，然后再往下方走，由细到粗的一个绘制的过程，然后再给它勾勒完整起来，勾勒完整起来。然后在这种转折的位置呢，可以加一些像小逗号的这种笔触，类似于我们说的小竖八，类似于小竖八的一样感觉。好，这是我们对这个树干，我们这个树干的画的跟它这个原作哈有一些区别了，我们画的有点直愣了，这个呢都不打紧。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树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墨色的关系和它的这种造型啊处理的协调都是可以的。在一些转折的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的这个加一点重墨，因为这棵树干它还要往右侧走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给它加一点是吧？出一个小枝，出一些小枝在后边。把这个伞呢给它撑起来。因为我们叶片它是要跟着枝丫去生发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出枝啊，它是能够很好的去布置，或者说去直接引导我们一会儿叶片的一个摆放的一个位置的和大小。好，由双钩到单钩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左侧呢，它其实也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出枝的一个方向，只不过左侧因为叶片它比较繁茂嘛，里边的出枝呢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晰，这个我们都可以，我们所谓的枝繁叶茂，对不对？只有枝干足够的一个丰富，叶片它才会跟着枝干的方向去生长，所以根据大概的一些叶片的位置呢，我们可以给它稍微的加上一点小的枝干在上方。好，这是我们出的这个枝，是用的卡纸45乘以65的一个大小。好，然后呢，再往左边走。OK。大概的一些位置也画出来了，然后我们把推远吧，推远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好了，我大概画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我用一点点淡墨，是吧？从上往下，把这个树干稍微的带一带。虽然这是一棵松树，但是我们不用每个地方都用这种鱼鳞皴，对吧？大家都知道，我们昨天也给大家说到了鱼鳞皴，类似于像鱼的鳞片一样，对吧？它一片叠一片的感觉。当然我们在勾勒和皴擦的时候呢，它会相对来讲呢，会灵活多变一点，它不会笔笔呢都一致的这样去排布，是吧？它有一些简略的地方。在树梢部分，我们可以用这种淡墨，是吧？给它带一带。出的这些枝呢，我们可以稍微用一些
在树枝梢部用一点点淡墨给它擦拭一下。好，越往下面走，越往下面走。好，淡墨呢就在给它衔接下来，给它衔接下来。好，这是我们对这个树干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加它的叶片吧。好，还有一个它底部的一个树枝，我们也给它加上。回放咱们会陆续呢加入到咱们的这个小黄车里边。现在大家可以先看，好不好？先看。目前因为其他地方没法支持咱们这个回放的功能。好，在它树的根部这一块左侧，我们要加一棵芥子点的一个树啊。OK， 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出一点小枝，然后我们从上往下，我们把这个，我们现在拿出我们的小号的小红毛、小号的蓝号笔来勾勒，来画咱们的松针，好吧？把松针给它画出来。松针在画的时候，我们今天画这种松针呢，它这个整个的姿态呢比较偏扁，比较偏宽，但是线条呢它并不宽啊，就是线条并不会特别的粗。这个扇子呢，它感觉更加的像一个半圆，扇形的松针变成一个半圆的一种节奏，像某些同学的眼睫毛一样，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再来往上走。它这个非常的茂密，这一块儿它相对来说要繁琐一点点。繁琐一点点，然后包括它的边角，勾勒这块的时候要有点耐心哈。如果你觉得跟起来费劲，你可以先单独的练啊。画这个松针，其实你画熟络了，一串你能够画好，对吧？一组你能画好，其实其他的都好说了。显微而知著，对不对？把一个小的东西掌握了，我们由小见大，其实就好说。45乘以65的大小，谁的眼睫毛这么好看是吧？入笔的时候呢，拾起虚收。拾起就是入的地方，下笔的地方稍微重一点，收的地方轻一点，头重脚轻一点，是吧？基本上聚焦到一个点，聚焦到一个点就行。好，然后我们再来，然后我们再往右侧走。
右侧再继续。上班偷听是吧？好，注意啊，你的领导不要有一双偷偷的眼睛在盯着你啊。大家劳逸结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变易行事啊。然后右边，逐步的丰富起来了。现在我推远一点，大家看整体的一个效果。终于听到有熟悉的声音了，是吧？熟悉的老面孔，素未谋面的老朋友们，都是老友了哈。好，然后我们再从上往下。啊，这是真的像一把伞哈，支棱开。画这个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有一点耐心。有一点点耐心，我把它推远一点儿。你直接往上去叠加就行啊，往上去叠加。好，在这块儿，好，我们的这个松针呢，画到接近咱们的一半了，前面的画的还有一点点多，哎，画的有点点多。画过的地方，你也可以再去给它补充的。从内外是虚起实收吗？你可以从内向外，从外向内，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么大一大棵树，对吧？这么多叶片，这么多松针，它不是说完全一个角度的。好，右侧画的右侧部分就是一个小单位，它右侧部分呢，比如说，因为我们都是右撇子，对不对？好，从右向左去画的，肯定都要比较趁手一些。好，然后到这里。好，下边也是一样。底部要注意到它的整个的一个姿态的一个融合。好，上下稍微连贯一点，因为要连成片嘛。其实不管怎么画，边缘的这种姿态感出来之后，我们还是要兼顾它的这种什么，要兼顾到整个画面的一种疏密和浓淡。有的地方还是要相对浓重，有的地方呢它要相对的浅淡一些。好，再往边角，它往下弧度有一个下面的一个弧度，去生发这种叶片。
OK， 好，我们把右侧的这个呢大致先加到这儿，大致先加到这里，然后左边我们又回过头去给它处理一下。开车的同学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等你条件方便，是吧？环境稳定的地方，网络稳定的地方，你再看都是可以的。好，这块呢我就不一一的等啊，因为它确实比较繁复，量比较大。有没有同学说对这个松针啊不太了解，想要细致的问问的？你可以敲个数字5，我可以给大家再说一说。尤其是对于很多想要了解的学员而言。来了。好，我们大概给大家说一说吧哈。我给大家大概的示范一遍。就这个松针呢，它是一个我们说扇形的一个形态。大家都知道折扇是不是一个弧形嘛？只是这个弧度呢，有的可能，比如像今天这种弧度，它非常的大，是吧？它弧度非常的大，然后在画的时候是靠，这是它外在的形态，然后是靠数十根，是吧？数十根线条来我们推荐啊，由外向内，对不对？而且干净利落的线条去给它画出来的。有的呢线条它画的比较短，对不对？但是两边它依然画的还是比较长的。就比如说今天的很多的松针就这样去画的。好，这是时起虚收，由外向内去画，这种呢比较常见。在画这种松针的时候，尽量墨色水分的饱满，对不对？不要让它看起来枯涩。好，这是松针它的这种硬朗、扎实的这种视觉效果。然后在组合的时候呢，它可以相互的去交叠，只不过不同角度我们去画这种线条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毛笔熟悉的程度呢不一样，那么我们表达出来的效果也就不一样了。理解了哈？好，这其实就是松针的一个画法，不能跟画是吧？好，下次我们找一个晚上的时间，因为昨天我们随口就在课上不给大家说了嘛，说了咱们上午直播，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今天直播了，也能想得到，大家肯定有很多事儿要做。下次我们找一个大家伙儿时间的方便的地方来进行。好，然后我们现在画的呢，大概的姿态出来了，然后我们需要把一些局部的这个什么松针给它加重，而且加的密集。好，然后在这个松针的根部这一块啊，它其实很多时候墨色它非常的重，就是这个一处松针它的根部，我们呢可以适当的去给它丰富厚重一点点。那么稍微推远一点点，让左边的比右边的松针再高一些，我们不让它看起来太过于接近了。
好，然后再来。在这个松针的右下角，这个我们依然也要给它画几簇啊。这块呢，我们在画的时候稍微要有一点耐心哦，因为这块画完，其实大概就会出一个效果。就画面最繁复的地方就是这个松针了，其他的表达其实都比较简略，要一笔一笔的去画。左下角再给它压一压。我们把大体的姿态画出来之后呢，就是局部呢做一些小的细微的调整。稍微出一点枝，给它连接到咱树杈，这个树松针，然后在这个树干的左侧或者左右两侧，我们可以稍微的点上一些小的胎点，好，松针呢，它可以微微的展示一点点，左右呢被树干遮挡住的地方，也就是左边微微的露出一点点小短线来。对吧？这样的话，一些小细节处理起来，画面它就看起来，如果你处理了，画面它就看起来要更加的具有层次和空间一点，因为它们多了一层遮挡的关系嘛。好，右侧也是，我们稍微的点上一些成组的这种小点点，成组的小点点。好，这是我们画的这棵松树，我们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点淡墨，把这个里边适当的晕染一下，来一点点淡墨哈。因为这个松树啊，它树冠呢是非常重的，整个画面也就靠底部的岩石、中间的松针，还有远山的山头这几处重墨，大面积的重墨来压住这个画的这个以黑衬白的这种主要的视觉。好，我们以淡墨的方式，其实它实际染的更重。以淡墨把咱们的松针染一染，染一染。然后呢，再往下走，对不对？就给它扎实起来喽。边缘的地方我们不要染超出去了。根据我们的松针的这个绘制的内容来。好嘞，我们大概给它画到这儿。课堂一直很热闹，是吧？好，左下角我们开始来画这个介字点哈，再来画这个介字点。介字点它的这个叶片呢也是比较浓重的，水分把控好，从上往下。把这个树干也给它适当的遮挡一下，
树干遮挡，这是我们的用符号化的表达，在这里呢也给我们新进入直播间的同学介绍一下。介字点顾名思义就是类似于像我们一个介绍，比如说给你介绍一个朋友的介，对不对？那个介它有点像，是吧？它其实就是这个叶片，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啊，一种象形的一种概括。所以你在画的时候，你画3片、4片、5片，其实都可以。3片呢，我们叫个字点，对吧？由上，它其实跟我们松针刚好反着的，它是有一个中心往下去这个发射状的，对不对？然后在画的时候呢，它笔触宽广一些，也不见得要必须连到一个点上面，那都是根据整个树冠的一个姿态来，就是树的叶片它形成的一个姿态来叠加。好，当然在叠加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要兼顾的是什么？我想同学们都知道，3个点，疏密，是不是虚实？还有呢，姿态。好，然后呢，再往下来。我们再往左边走。好，它看起来类似于像这么一棵树的形象了，啊，就挺好。好的，它这是我们画这个树，要给它有一定的遮掩，是吧？给这个树冠之间有个遮掩关系，一主一次，一高一矮，一前一后，啊。画这些是最早的，因为我们有新进入直播间的嘛，我们呢也给大家稍微的拓展一下。好，左边我们再用稍微淡一点的墨来把这个倾斜的这个小枝，是吧，给它画出来。这个小枝大概位于整个树干一半的高度，是吧？左上右下，由细到粗。好，但这些线条啊，不要画的特别的这个粗了啊。左边我们来稍微的给它叠加一下。最后这个树呢，它是以颜色的方式去点缀，是吧？好，这块我们就画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往后边去画了。后边去画的时候，这个岩石以淡墨的方式，主要以淡墨，就在它后方，是的，还有一大片的岩石啊，不会画太高啊，也就是这个岩石到这个树叶一半的高度，大概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松针呢，这个岩石的最高的地方。好，以淡墨要和明显的要和前面的这个墨色呢区分开，以淡墨的方式我们去画哈，细细毛笔的笔度，然后大概从左下角。好，画到这里之后，左侧是吧？大概跟着它的方向，稍微的皴擦几笔，角度微微有一些不一致，都很正常的。因为全都一致，那不都平行了吗？那怎么谈灵活呢？
好，远山到这一块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起伏的，依然是低矮的小的碎的石块，它要接到纸张的边缘。好，稍微的皴擦了一下。大家上午好，啥也不看，啥也不干，对吧？就给老师点赞，感谢。啊，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给老师呢点个关注啊，以后我们的直播信息、工具清单都会先给大家提前的预告给大家，好不好？好，我们用淡墨把这个它们前后保持一定的这个区别，给它把我们之前皴过的笔触呢也衔接一下。好，也衔接一下，然后再往左边走。左边我们在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画这么一个直溜的一个山峰上来，对吧？左边呢，我们要留出在这岩石边缘吧，左侧我们留出一个山涧的小道，是吧？一条山涧的小道，微微的似有似无的，是吧？勾了点台阶的感觉在上面。然后在这个台阶左侧，我们来先给它勾了一块儿，刚刚说的我们定的最高的点，大概在这里就行。然后在左边，然后再穿过咱们的树干，往下方走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岩石它不可能也是一条直线哈，兼顾一定的起伏变化。好，从上往下，虚笔、皴几笔啊，皴几笔，类似的若有若无的带一点结构出来，同时呢又把它的这种厚重的效果啊。厚重的这种体块墨色的层次，给它带出来了。好，那我们就画到这里。然后下方我们需要用点淡墨把下面整个岩石的给它统一一下，因为岩石的边缘我们需要用点淡墨去给它什么做一定过渡，因为我们是刚刚给大家讲了既白当黑，是吧？然后通过这种什么岩石的实和这种留白形成一种虚实相生的对比关系，那么对于它两者之间的过渡或者衔接中间的这个边界呢就尤为重要。有的是直接留白，有的呢它是需要自己做一定的稍微的这个补充或者说暗示，是吧？来把这个云啊、雾啊这种感觉给它带出来，对吧？用比较松动的淡墨枯笔去稍微的高低参差错落的去把我们这个岩石和留白的边缘呢给它带一带，它是非常微妙的体现了一点点，是吧？一点点这个微弱的体积啊，或者云雾的这种感觉。
画太实则具象了，对不对？显得不够雅致。如果不画，它显得呢，是吧？它又空了。就对于这种细微的拿捏啊，对于大家的绘画经验的要求啊，就要高喽。经验在这些小细节的地方就显得尤为突出，其他的其实你也画自己其实都可以啊，都可以。然后在这个岩石的背后，在这块岩石的背左侧嘛，左侧的地方。我们需要用一点淡墨的方式去衬托，既去衬托前面的岩石，也能体现一点点后面远处的云霭的一种丰富，是不是？无画处也成妙境啊！这是中国画有的时候呢，它需要去经营的一种特点。画面前方，我们以前皴过的地方，其实暗部是不是还有一些星星的一些小点点的留白？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什么淡墨的皴擦，给它衔接下去。刚刚我们是以擦的方式，对吧？我们现在是以水分比较大的染一染啊，染一染。虽然我们最后还是要着色，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用淡墨统筹一下这个画面的一种墨色的对比关系。墨色的对比关系。电脑应该是点不了哈。好嘞，我用的是小号的尖毫笔，小号的尖毫。好了，然后我也用一点点淡墨把后边的岩石，是不是给它带出来？好，这块就看起来相对丰富了。在右侧它还会有一点点小树，我们也给它画一画。小的枝干、小的枝丫也是以淡墨的方式呢去勾勒出来的。下边的可以稍微的粗一点嘛。好，稍微的加一簇，最后我们以颜色的方式来体现就行。然后右侧依然我们需要暗部的地方是吧？用一点淡墨把这个石块衔接。再干一点点，我们再来给它点胎点。接下来我们开始画远山了哈，画远山了。远山画起来其实就很快了，我们稍微退远。画远山其实就很快了。我们先把这个瀑布的这两侧，百丈泉的两侧呢，我们给它画出来。
墨色并不浓。从上往下，从整个纸张呢，从上往下，上方留出大约接近2个颜料管，是吧？一个颜料管多一点的距离。从上往下，我们来把这个百丈拳这个凹陷的这个什么碗口，是吧？给它画出来，碗口给它画出来，然后从上，好，给它画出来之后，好，在这个结构线前方是吧？我又重给它微微的加点小的细线，小的短线啊，前方加一根结构线。这根线画的比较曲，下面的线条呢就方折一些，当然，这个瀑布我们不能画到整个画面中间了，这个竖着的中心线的中间了，整个画面中间了，它是要靠右一点点啊。这个小细节大家要稍微的留意一下哈。其实就是在这种结构线交叠的地方，通过这种线条的方式去给它进行一点过渡啊，进行一点过渡。老师今天开播，一般目前我们是暂定的上午，后面我们会根据大家的实际情况做调整啊，说不定今天晚上我们也直播，说不定啊，开玩笑。你们白天更有时间还是晚上更有时间？好，左边的一些繁复的线条，我们右侧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呢，都是一些什么块面、点线面的结合起来。后面我们加的这些线呢，它的墨色就不要太跳跃，这个大家要稍微的留意，稍微留意一下。白天偷偷看，老板来了就关掉，真不容易哈，真不容易。说话的声音比较特殊是吧？江鸟同学有多特殊呢？熟悉的声音大家可以多听一会儿。好，然后我们再往下边走。好，在这些交叠的地方、小线条的地方，微微的过渡啊。微微的皴擦的过渡一下，老板也不敢明目张胆的看，你倒可以明目张胆的看。好，瀑布嘛，它是有一定的弧线的，从上往下。好，再从右侧把这个百丈拳是吧，微微的带出来。其实瀑布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大家都知道，像一个楼梯的阶梯是吧？楼梯，大家每天上下楼的时候踩这个楼梯，由上往下这样流水，对不对？一个弧度嘛，上面一个面，下面一个侧面，
是不是？底面、侧面两个面，只不过它不会有一个明显的转折。这个转折这个地方就称之为水口。这个地方对比最为明显，往下落就越来越虚啊，远处呢也是越来越虚。对比最强的往往就是这个水口。当然，它如果分很多阶梯，一层、两层阶梯的话，都是在这个转折的地方最为明显。那再一个就是我们画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阶梯、两个阶梯的这种瀑布的话，那到底以谁为主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眼去塑造啊，好不好？下午的课有回放吗？咱们的回放呢，都会陆续放到我们后边的小黄车里边，好不好？因为其他地方你也看不了回放，就像作品区给大家放的那些都是非常简短的一些视频。好，然后我们再往右侧走，从上往下。好，新进入到咱们直播间的同学啊，可以点一下关注，点一下老师的头像左上角。以后我们有直播的信息，包括发布的作品，包括我们每次直播所需要的工具清单，都会提前的给大家预告。所以大家在跟课的时候啊，会更加的方便。我们目前画的呢，还比较这个什么，概括嘛，没有细讲，没有过多的细讲。都每天上我直播吗？想拉着老师一起给你们摸鱼吗？目前我们是上午直播啊，可以关注老师。回头啊，我们这个直播的时间会在视频区啊给大家这个发布通知。好，从上往下。我们为了把这个水口对比明显，是吧？在这个转折的地方，很明显把两边给加重了。可以自己喜欢的时候直播，对吧？是的。好，那再从上往下，在这个瀑布中间，我们可以自己添加一点小线条，是吧？把水流啊给它带出来。好，越往下走，它逐渐变虚。那一个是轮廓啊、线条啊，都会非常的这个模糊了，是不是？模糊，然后呢，给它过渡衔接到云雾里边。然后从上往下，好，这旁边都已经完全留白了，旁边都留白了。通过这种留白，才能让这块的对比啊更加明显。有的同学会说，老师，那这种留白会不会让人觉得没有画完？你如果画面经营的细节不到位，可能会确实给人那种感觉。这个经营到位了呢，它可能就不会了。因为虚的地方够虚，实的地方够实。
好，这个水口呢，我们也是给它遮掩过去，一画就废，对吧？一看就会。正常，这是我们在初学阶段啊，经常容易出现的，就是眼啊和手啊，它还不能达到同频。绘画呢，它不仅是一门也可以说是一门学科吧，对吧？它也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呢，它也是一门技巧，它也需要你通过一定的时间的技术上的锻炼，你才能得到更大的一个提升啊！如果仅仅是看一看你就会了，对吧？咱们就直接开讲座就行了，需要代练的一个过程啊，代练的一个过程。好，然后我们在这个转折这一块我们再来点点。好了，我们的百丈泉一幽瀑布是吧？我们就把它给它画出来了。有了这个瀑布呢，这个画面呢，它就显得有一丝动感，一些生趣儿。因为其他画面呢都是静止的，比如树啊、岩石啊都是静态的，唯有水流是吧？它是动态的，一动一静，是不是？一刚一柔，一虚一实。那这就是我们山水画，或者说我们中国画，经常在表现的时候呢，注重的这种节奏的一种经营啊，它不是说去特别强调塑造一种客观的一种环境，它是通过一种环境呢，比拟了一种节奏的，我们汲取中间的一种规律性，或者说一种范畴来表现。在这个树梢右侧呢，我们有一个小的山包，这个山包呢也是被云烟雾霭呢所遮罩，它只露出一个山头，那么山头部分呢要相对清润一些，这些地方枯浊是吧？这块呢这就相对更湿润一点点，好不好？更湿润一点点。跟画没有时间，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给大家上了回放就好了。现在呢，你可以先听一听，感受一下，有多少同学是第一次或者说刚开始接触听老师的课的？可以敲个数字1，我们看一看啊。回头呢，我们可以针对大家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做更多的一些详尽的讲解，是吧？有不少呢。好的，咱们敲1的这些小伙伴们，可以点一下咱们左上角关注哈回头呢，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从最基础的毛笔的知识，以纸张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呢，给大家讲解起好，然后我们把这个岩石的这个山峰，是吧？给它画出来就行了。零基础的小白同学呢，刚开始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现在是兴趣非常重要。你可以先看，是吧？看看是否是你喜欢的菜如果是你喜欢的，以后我们就坚持起来，练习起来呢，会更有这个动力哈。好，然后呢，在这个山顶上方，通过这种尖头的、高矮大小不一的这种笔点，去体现一种茂密的一种杂草、杂树等等。就先看就行，对，你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一上手，可能呢发现不会。其实你只要放开，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你画好了就是一张画，你画不好就是一张纸嘛”，所以不要给自己呢特别大的负担动手，坚持动手就可以了。好嘞，然后我们在这个
这个岩石的这个梢部，我们来给它加一加。我们山水画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变的过程啊，我们也给同学们稍微的拓展一下。山水其实呢，它最早啊，它并不是独立成科的，也不像西方的这种风景画。在魏晋时期，它主要作为人物画的一种背景而存在，是吧？大家都比较知道的，比如说《洛神赋图》，是不是？啊，这是一个最早期的一个雏形。后来呢，在咱们隋唐时期，独立成科，独立的专注的画山水，以这种山川、树木啊为主要的面貌。那到了唐代，也就是末期五代时期嘛，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成了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存在。在宋元、宋朝以及元代，它都是我们说是蔚为大宗、蔚为主流的一种存在。因为跟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的思想，儒释道的思想呢有很大的渊源，是吧？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大家就是尤其是古代社会的这种知识主流，是吧？文人知识分子呢，他们对于这种山川的一种形象，或者说它的一种人文内涵呢，尤为的注重，可不是现在大家办公室里边挂一张画，是吧？象征着什么？靠山之类呀，那种呢就相对而言形而下之啊。那古人呢，他们有一种呢非常这个什么，具有一种高度的一种呢，我们说人文的一种思绪。我们昨天又给他提到，是吧？它是一种呢不依不靠、冷暖如常的一种呢人们的一种潜藏的人文精神。同时，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在山水画当中啊，贵在表现一种可居可游、可行可望的一种山水的境地，一种造境的能力。同时，也是一种我们说让我们古代的那种文人主流，是吧？君子，我们所说的这种君子、贤人君子，不下厅堂，可以坐在家里边。就像现在很多同学，是吧，待在家里边出不了门的话，就可以画画，不下厅堂，享受全是笑傲的精神追求。好，右上角我们要开始来画这个叫青鸟峰，是吧？好，然后再往上走。在岩石交叠这一块儿，这我们要稍微的皴擦一下，皴一皴。这块岩石高低起伏着，对，点亮粉丝灯牌，以后有咱们的这个直播都可以关注到，大家都可以关注到。然后呢，我们再往后边走，再往后边走，它是错落的一些高低不同的一种山峰啊，大家在画的时候要稍微耐心一点点，是吧？我们用这种皴擦揉笔都能把它的这种亮暗关系嘛，也是浓淡关系给它区分出来，枯涩一点点。好，高矮错落着。
写的这个斜坡。这块的山峰的层次啊，或者说小的细节或者结构，还相对来讲比较多。那么我们呢就要稍微的耐心一点点观察啊，去塑造。这些侧锋的方式给左右呢区分开就行。当然，这个山头它本来墨色也比较重。因为在这个岩石上方，它皴擦的笔触都不太明显，所以我们直接用这种柔笔，像擦的感觉给带过来就可以了。再难看着老师画一遍就容易多了，是吧？这确实是一点。很多同学自己画呢，他不敢下笔就在被一些各种各样的细节所给牵引了。我带着大家画一遍呢，你可能下笔起来就更有谱一点，在自己心里就更有数一点点。总是水分把握不好，干了就没有墨，多了就只有点儿了，是吧？好，这个是什么？一个水分是一个点，再一个你用的纸，我们一定要用这个什么手工的宣纸哈。我在这儿呢着重给大家这个强调一下，就是很多同学可能刚开始买纸呢，这个什么用的那个纸可能不大了解，对吧？用到那个机器生产的宣纸机器生产的宣纸大部分的情况下哈，就是按照我的个人的经验来感觉，它的那个这个纸张的感觉呢，就用起来效果就不太好。一个是刚刚有同学说一干了就没有水儿，就画不上去，是吧？水一大呢就晕一大片，有的时候呢是纸的原因，有的时候确实自己可能没有控制好那这个水分要适中，我们每次就是把这个笔肚的多余的水分吸掉，是吧？吸到你看一看，我们吸的时候刚开始水多的话，它可能吸出来这就是一大片，然后逐渐往后面吸，你看吸的它慢慢的变成点干色的这种块面了，证明水分的适中了。但是你如果说你一直使用的就是那种干燥的笔，那你画出来肯定都只能是点点，真的是点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把远处的这个山头给它画出来。好，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加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观看咱们的山水的分享。我用的毛边纸效果还好，对，毛边纸本来它就是这个很多都是手工生产的嘛，我其实也很喜欢用这种毛边纸，当然前提也是手工毛边手工毛边纸呢，它是这种效果渗墨的效果也好，还有它这种我们画上去每一笔它产生的那种肌理的效果也好它都相对来说比较自然。好，现在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完全全出现效果的，大家需要耐心一小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效果了。我们还需要把远山的这种小细节给它处理出来。然后我们呢再往上方走，往上面去画的时候呢，这个山峰它没有完完全全立在整个纸张的顶部你要保持好它的一个高度。我们画一个顶天立地的这种它就容易显得画面臃肿，显得臃肿了。纸张我们后续给大家列一些清单
甚至于可以放到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对吧？放到小黄车里面，可以按需购买。对于初学，我们可以给它罗列一些。好，远山的这种山峰啊，它细节有点多，我们还是想尽量的给它丰富一下。这是造型上的一些细节啊。如果我们自己观察起来有困难，可以做一定的取舍。新来的画友，然后再往上走。好，现在我们把这种过渡，或者说它的这种墨色的层次、小的细节，可以再给它丰富一下。这块小的岩石是吧？从左往右，它形成一个墨色的过渡。在山头之上，我们还需要把它这个岩石塑造的更加的厚重一点点，尤其向左侧。当然，我们不要画成一个块面了，里边它是有比较丰富的用笔的这种变化在里边的哈，它不是一片黑，它不是一片黑，而是具有一些笔墨的变化，干湿浓淡，一应俱有。好了，然后在这个远山的后方，这块石头上方，最后边这块石头，我们需要给它皴的、擦的呢，也要比较浓重，对吧？它就更加符合我们圆周的这种视觉效果。微微的再强调一下，好，大概效果就出来了。大家上午好啊！好，我们这张画呢，效果就快画完了，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增强一点点它的一些小细节的对比，和墨色的一种过渡的一种关系。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山头和树木，还有下面的这个树叶它是比较突出的，墨色比较对比比较强啊。其实我们画这张画虽然比较空简，是吧？我们其实可能需要用到的笔墨不算特别的多，但是我们需要去细致的去刻画的地方呢，还是不少的，是吧？还是不少的。然后又要下面走，我们要稍微的带一带这个云雾了。好，把云雾一带，这个画面就开始丰富起来了。目前我们暂定的是上午哈，后面可以根据同学们的情况呢来调整一下啊。好，从上往下。细细毛笔的笔肚，然后我们在这个云雾的边角，是吧？用淡墨把这个云雾给衬托出来，是吧？我们以前经常讲“得烟云而秀霭，得草木而生发”，所以一张画，山水画。我们一般来讲啊，就会用云烟锁这个山水的，锁这个山腰，是吧？通过这种相互的衬托，画面呢会显得愈加浩渺。这个人呢正在观望的就是远处的山涧云烟。我再拿一支大一点的笔哈，让这个淡墨和我们山石做一个衔接，好，这个衔接之后，画面效果它就开始出现了。好，从下往上。淡墨的方式，好，淡墨把我们的这山头是不是还给它再稍微的晕染一下，整个的晕染一下。山峰就巍峨起来了。底部往上，这一块也要稍微的染一染。是用淡墨去衬托咱们的云雾哈。所以在没有干的时候，在一些大的转折的地方，我们可以再去加强一下它的对比加强它的对比。然后在它前方，在这个云烟的前方，或者说它的底部的位置，我们又要给它做一些看似不经意的这种过渡
看似不经意的过渡。好，往画面的下方走，我们让这种淡墨和我们这张树木之间稍微的衬托一下，衔接。好了，这是我们远景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逐步的染色。请问老师几点直播？目前定的是咱们这个上午，后面我们再定了其他时间的话，可以告诉大家，比如说晚上也可以，我们不定期都会直播啊。目前呢，我们先暂定的上午啊，可以先点关注。我们到时候的直播动态以及工具清单呢，都会先发给同学们提前的同步给大家，对不对？好，这样的话你准备跟课的话，跟上咱们的这个绘制的过程的话，应该都是比较容易的。好，然后我们呢稍微点上一些胎点，在转折的位置上。每次画山水，也不一定我们先以山水为主，因为我平常画山水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先以山水为主。染色就是青绿山水，不是的，染色呢，它比如说我们说主要分为浅酱和青绿，对不对？青绿呢，主要是以颜色，着色为主，不是以墨色塑造皴擦，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这种呢就属于浅酱，就是既有墨色的这种高古的趣味，也有呢颜色的这种装饰性，它就是我们所说的浅酱山水了，就是两者的融合嘛，又有颜色，又有墨色，这种颜色就比较浅淡的，都是我们所谓的浅酱，比较那个什么一点的，比较颜色比较厚重富丽一点的那种呢，就属于青绿，我们都会在课中带大家画到的哈。好，然后我们再来，好了，染色前先截个图是吧？可以的。我把下面先给它那个什么稍微晕染一下吧，由左。好，差不多。还在上面，其实还要画这个树枝我们还没画，不着急。那我们先让大家截个图吧。我把这个案例呢先关闭一下案例图关闭一下。好，截好了呢，敲6，截好了敲个666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情况，也可以相互的分享一下。如果截好了，有的同学没跟上的，没有截到的话，好嘞。
还没有建粉丝群，因为好像那个粉丝群需要什么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之后才能够建出来。我们回头呢再研究一下，研究一下。你可以先点关注啊，关注了回头呢我们都会有相应的直播的通知和工具清单都会告诉大家啊，包括我们案例的高清图都可以发给同学们。行，好，都接上了对吧？好，那我们开始着色了哈。其实这张画着色非常的简约。好，我们先拿出花青、赭石，这是我们往往比较常用的2种颜色，在我们浅江山水当中，花鸟基本上用到的也比较多。好，来一点点赭石就行了。染色之前，笔呢要洗干净啊，可以换一支自己比较干净的笔，啊，人还没画是吧？好，我们把点睛的人儿给画了。好，谢谢咱们的同学的提醒哈。每次看你直播是自己来吗？带助教来吗？这个同学，你知道我老师的助教是，他其实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助教吗？来，我们推进一点点哈。啊，私信最好在群内发，私信呢我有点回复不过来，因为私信有点多，那个最好就是正常的这个群内问我都行。好，那么在这个山头上，树下面有位老叟，它什么样子的？一个左括号。我把镜头够大小够吧？哎，差不多。我再放大一点点。好，在这个山头上面，它呢一个左括号，一个右括号，就把它脑袋，对吧？大概就体现出来了。上面呢稍微的带一笔横线嘛，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它左边这个括号可以明显一点点，因为它感觉有个小发辫儿一样啊。然后在它脑袋下面呢。有个肩膀横向的一根线，然后他这个手啊是背在后面的啊，背在后面的。古人的衣袖它都比较长，衣袖都比较长。好，在这个腰部及以上，这个人就什么？一般我们把他这个腰线呢，一般画在整个头到底部到脚一半的位置。但是为了体现出他是长腿欧巴，对吧？我们往往呢会在他这个腰部以上啊，我们就给他转折了。啊，所以在这个中间线以上的转折，它就会体现这个人的腿呀特别长，是吧？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比较喜欢腿长，一位高士仰望山端的一个景象。好，这块儿 OK， 其他的就不需要你去画什么了，稍微的你要把左边再加都可以。不需要你去画什么细节哦，点睛的人物就画一个大体的一个动态啊，一个动态就够了。然后呢，在它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个躺着的？把墨色稍微重点，不然的话看不清。那这个画上了的嘛？好，下面这个我画重一点。啊，下面这个我画重一点。好，然后从左下右上。加了一个弧线，哎，这个人的脸又是一个写着的左括号。因为我们点睛的人物，你只需要画出大体的一个动态和一个结构就可以了，不需要你去画特别多的细节。啊，这个人是躺着的，盘坐在那儿，衣袖。后背，后边可能还有一只手这样胳膊耷拉下来的在那儿。好，其他的就不需要你去
不用去管其他的了，好像后边是一个小靠垫一样。啊，好，我们给大家都对这种点景人物好像挺感兴趣的，是不是？那回过头来，我可以给大家多画一点点景的这种人物形象。好，然后在它旁边我们点上一些小的胎点。好，非常简单的，这都是一些什么植被一样的存在，都会看出还有躺着的。好了，接下来我开始染色了啊，开始染色了。染色呢就比较简单了哈，染色因为这个墨稿咱们已经画完了嘛。来，我们拿出一点点咱们的这个赭石已经拿出来了，花青我们也拿出来。然后我们再用刚刚的那支笔哈，赭石色它肯定要相对来说比较淡，是吧？这张画里边除了远山以外，很多地方的赭石你都基本上看不出来，基本上看不出来，对不对？好，在它的底部这一块，我们还是要微微的扫上一些，它可以淡，然后呢，我们让其他颜色给它覆盖一下，但是它就会冷着，透着一种暖，是吧？暖色在里边。在岩石的边角，岩石和云雾衔接的边角，我们可以也用赭石带一带。好，用淡墨把我们的这个小的台阶也给它带出来，小的台阶带出来，画面的效果立马就要出现了。稍微浓重一点点，加一丢丢墨，赭石加一丢丢淡墨啊，一丢丢淡墨就够了。把我们的这个树干，给它呢也给它稍微的走一遍。好，是啊，树干上方啊，它比较浓一点点，让整个树干上方的颜色浓重一些。我们这个树干画的有点直愣了哈，它本来画的有点弯曲啊。我们今天呢这一块呢观察的时候，应该再注意注意。好，这是我们近景的地方，我们先把这块染了。现在我们来继续染这个前方的花青。花青色我们要最好加一点点墨，因为前方的岩石它是比较暗的，在花青里边加点墨。再来点墨，再来点墨，是吧？调和调和，然后呢就去往上面呼啦啦。你可以，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把握不一定特别准的话，你可以这个什么，先淡一点啊，先淡一点，不要因为我们着色这块着急，对吧？因为我们已经画了很久了，然后你自己因为着急把颜色最后在上颜色这块出现问题，那太得不偿失了。好，可以加3绿吗？不用加，后面可以用点3绿，前面是不用的。用花青，我们用比较亮一点、纯一点的花青，把我们岩石是吧？这些颜色比较重的地方再来一遍。
还有右侧这小石块、小石墩儿，是吧？一笔扫过来，那适当的去强调一些局部就可以了。后面直接用特别浅淡的、很简单、很简单的花青，你可以先染一遍。有同学说，老师这个不是绿色的吗？啊，你染一遍之后，你再去加3绿，或者说加藤黄去调和之绿去加，都是可以的，是不是？好，我们先给它打一个底，这样的话颜色它会显得丰盈一点点。好嘞，然后把树叶儿，是吧？咱们的树叶里边也用我们的这种花青，是吧？给它带一带。下午有直播吗？今天下午，我们要不今天晚上再直播，下午再直播有点忙，好，树叶这块加到这儿，下面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我们没弄了啊。我们先来把这些大的关系、色彩关系先给它染出来。好，然后我用赭石色往后边去稍微的把远山给它丰富一下。山石的底部还是要留白哈，上半部分呢，我们用赭石，以赭石为主，赭石它是比较淡的。好，那我下面稍微的加一加，颜色淡，我们在衔接的时候其实就很方便。你要是颜色重了，它都不好操作，就是你要画重了的话，后面都不好加，淡了都还可以再去丰富的嘛，对不对？进不了粉丝群先关注我，先关注就可以。那个粉丝群我也没搞明白，还要咋个弄？好，远山底部我们用点赭石色，它会微微的泛一点赭石。为什么？因为顶部非常的冷，颜色非常的冷，而让底部呢就暖一点点。依然是要加一点点墨啊，因为上面的岩石它比较浓重，颜色的纯度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它需要用我们的这种墨色呢交叠过的颜色去。好，染的时候我们尽量要跟着这个岩石的轮廓进行啊，不要染超出去了。先染一遍淡的，然后我们再来强调突出的地方，是吧？
水呢不要太大，否则它就容易晕出去了。好，然后这是用花青，用咱们的花青。好，接下来纯一点的花青哈，稍微加点水，纯一点的花青来提重，来强调，来提重，也就是去把一些需要我们再去弄得更浓重的地方再加一加。都需要再加一加。好，细微一点的地方我们也带一带。你看，越暗的地方它颜色越重。来，像这块石头，远处也是一样哈。越暗的地方，我们颜色就给它和厚一点，和厚一点啊。然后我们再来给它稍微的把底部云烟呢给它衬托一下。好多铁粉是吧？好，都是志趣相投的小伙伴，欢迎大家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和关注啊。以后呢，我们会就以山水，主要是以山水为主吧的方式呢，来带领大家，陪伴大家在我们的纸张上，在我们的画面中，游山玩水。好，然后现在的赭石色，我们可以有的时候啊，像点一样的方式去在一些笔触上进行，在一些位置上进行。把它这样点，或者丰富一点。电脑上怎么用抖音？你可以把它投屏到电脑上看，也可以下载一个电脑版的抖音看，观看都可以。这块呢，我也留点白，我想把后面的树给画了，先不给它染，染了一会儿就没法画了，好，用点赭石色给它衔接。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用拿点朱砂，用点朱砂的颜色，或者用我们的赭石给它调和一下。用朱砂或赭石给它调和一下。我们来把这个它有一点点小的枫叶，是吧？我的小的秋天的这个世界的叶片呢，给它加出来。好，在咱们的这个上方。跟着这个出枝是吧，兼顾一定的这个疏密感就行了。而且点的这种姿态是吧，我们其实也基本上是按照芥子点的方式在点，
只不过它点的呢没那么规整，就不让它看起来特别的明显，因为左侧呢也是这样。不要太平均琐碎哈。回放以后会放到咱们的小黄车里边，现在没有回放哈，现在可以尽量跟直播，然后在我们的群内呢，可以获取到高清的案例图和步骤图。好，这是我们远山这一块儿，冷中带暖是吧？静中啊有一点点动态。好，在它右下角呢这一块儿，我们要稍微用我们的朱砂调配点赭石色。这个时候我们画的这种叶片的姿态呢，可以相对完整一点，就用的这种芥子点嘛。好，这是右侧，左边，这边呢就直接是点了，直接就是或大或小的笔点，跟着这个出汁，是吧？稍微的来一点。放到学浪，用电脑看。好的，大家都比我了解。好的，不急，慢慢来，是吧？我们经常讲急事儿缓做，静水深流。画画嘛，我们把它当成一种兴趣，一种生活的爱好。我们平常可能大家没有太多的文娱的活动，比如说跳广场舞，打麻将去遛狗是吧？买菜。好，现在呢可以多一门画画的兴趣，这是不错的。好，下方我们呢用一点点那个三绿，我们有点藤黄吧，藤黄跟我们的这个赭石色一调和就成赤绿色了，就把这个前方给它染出来。新学生还没进粉丝团呢啊，别急啊，那些功能咱们还不会太会操作，建群太复杂了，我这个脑子没那么利落，是吧？所以呢，还没进到咱们群的同学小伙伴呢，现在先稍安勿躁，是吧？也多多担待，真的不太会弄，我们正在摸索。有的时候消息多了呢，我也搞不过来，慢慢来，好不好？午休时间，现在都已经午休了吗？还是不错的。好，同类色稍微有点对比，好，然后再用点，这上面还需要点赭石色，对吧？我们把这个赭石染的再平整一些，顶部。
好嘞。那最后一点点就是我们再稍微染一点点远山。我们说近取其质，近处的山势，画出它的这种质感；远处呢，我们要画出它的这种大体的山势来。这种山势怎么去理解？其实也就是大体的一个形状嘛，是不是？好，近处的呢，我们要把它的质感、明暗都给它画出来。远山的，我们在画的时候，它就可以很简略了。通过这种节奏的对比啊，它才能让视觉的观感得到更大的一个拉伸，是不是？啊，这个它远山的岩石，它在处理的时候还比较概括，比较偏几何化，是不是？处理起来都比较轻松。好，淡淡的用水啊衔接一下。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画的这张案例。啊，还有远处的树，对吧？哦，对。哎，脑子呢，怎么又不管用了？哎，我啥都忘了。来，我们在这块加点小树啊，这个可能湿了，有点晕墨哈，简单的加吧，速度还是要快点，不然就晕开了。我给大家简单说说这个大概是怎么画的。我拿张纸来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树其实也挺容易的。来推进一点哈，推进点。这个树其实就是你比如说从下向上参差错落，上面呢它会出一点这个叶片，其实它也是画的松树，它只不过这个松树呢画的就像一种锯齿一样，一根线上面去点缀这种点，去点这种点，对不对？它可能这根线都不画，它就直接去点，它点成一排一排的，对吧？叠加它一排一排的。然后呢，当这种叠加的时候，它要参差错落一点点，其实就这么画，对不对？啊，浓重一点。好，我们用浓重的墨色哈，大致的加加。我这儿水呢晕开了哈，有点水啊，所以你在加的时候尽量干一些，墨色干一些，行笔的速度快一点，它就可能相对好一点。哎呦，这块太晕了，你先加到这儿吧，像一簇火焰树一样啊。我可以给它一会儿呢，再给大家画一点树。全合吧？什么全合？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画的这张案例。我倒过来给大家看一眼，给大家看一眼。可以截个图。今天不休息吗？休息太久了。好，可以截一下啊，可以截一下。好嘞，落款我就先不落了，落款我就先不落了。好，点左上角的关注，有相关的信息我们都可以发送给大家。等我们的群呢开通了，同学们呢也可以进群，好不好？好吧，好的，我们呢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画一张好画是我们对生活的重视，同时呢也能让咱们的闲暇的时光啊更有意义。祝愿我们在座的各位小伙伴们越画越好，新的一周新的气象。好，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拜拜，辛苦大家了啊，快去吃饭吧，快去吃饭喽。再见。